造假的照片拿下了新闻摄影比赛的大奖，而大家发现真相之后，竟然还赞誉有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震惊摄影圈的维莱斯之书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祺。这里呢，我们先暂停看一下照片哦。你分得出来照片中哪些部分是假的吗？今年的4月，世界新闻摄影奖公布结果，欧洲赛区的开放形式组的第1名，竟然是一组公然造假的摄影机，引起了摄影圈的轩然大波。照片当中的人物呢，都是由电脑动画制作而成的，甚至连摄影集的文案也都是靠 AI 软体自动生成，完全颠覆了大家的想象。今天我们会来看看这个假的摄影集的背后有什么样真实的故事，为什么摄影师要费尽心思制作假照片来欺骗大家呢？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平常喜欢把我们的影片当成 podcast 来收听，那就不要错过我们的 podcast 内容了。现在我们把这一期频道的影片调整成适合纯粹用耳朵听的 podcast 节目，让大家平常的通勤或者是做家事的时候都可以轻松的收听。而且我也会在每一集的后半段都会回复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那你只要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志祺77，就可以在这边听到多元的社会议题、新闻时事或趣味新知的介绍。那目前我们固定会在每周1、3、5的晚上7点更新节目。那现在就请大家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去听听看，订阅追踪起来，或是帮忙分享给身边喜欢听 podcast 的朋友吧。本集的主角叫做乔纳斯·班迪克森，他是一位获奖无数非常知名的摄影记者，也是摄影界最高殿堂马格兰通讯社的成员之一。过去，乔纳斯的作品主要在关注世界各地的社会议题。他曾去过前苏联国家拍摄苏联解体后的影像，也去过肯亚、印度、印尼的贫民窟，探讨全球普遍的贫穷问题。而在几年前，川普执政的时候，乔纳斯开始强烈的感受到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剧烈的改变，舆论环境当中充斥着假讯息，人们也不断用假新闻互相攻击，让讨论真相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这样的状况让乔纳斯对未来感到十分的担忧，因此他决定着手研究假新闻的议题，并亲自前往全球知名的假新闻重镇进行拍摄。这个假新闻重镇呢，叫做维莱斯，是位于欧洲北马其顿的一个小城镇。而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有媒体爆料，在这个半个地球外的小镇呢，他们在选举的时候架设了数百个假新闻网站，大量制作与选举相关的假新闻。举例来说，当时他们制作了这个教宗支持川普当总统 ，ISIS 呢要美国穆斯林投给希拉蕊这类的假新闻，多多少少影响了美国的选情。那说到这里哦，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一个欧洲小镇要去干扰美国大选呢？这是因为制作内容煽动的假新闻可以让他们骗取流量，赚取大量的广告费。根据调查，许多当地的年轻人呢都是靠制作假新闻为生，做得好的人呢年收入突破1000万台币都不是问题。而维莱斯强大的假新闻产业链也吸引了各方势力前来合作。有媒体指出，维莱斯长期担任美国极右派媒体的外包对象，也是俄罗斯国家网军的下游基地，可以说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境外势力。那如此特殊的背景吸引了乔纳斯的好奇，而他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也意外的发现了维莱斯特别的历史故事。乔纳斯进一步挖掘发现了小镇的名称维莱斯刚好与一位古代的斯拉夫天神同名，而这个维莱斯神呢，本来就与混乱、魔法、欺骗有些关系，刚好与小镇的形象不谋而合。另外，在研究神话的过程当中，他还发现了一本维莱斯之书，据说是一份古老的手稿，内容主要是在叙述斯拉夫人与维莱斯神之间的故事。但在现代呢，这本书的内容也已经被学者推翻认为是后代人们凭空捏造的产物。简单来说呢，许多跟维莱斯有关的历史资料竟然都跟欺骗、假讯息脱不了关系，然后现在的当地人又刚好有非常蓬勃的假新闻产业链，这种巧合呢，让乔纳斯觉得荒谬又有趣。而在了解了这些背景资讯之后，他也决定呢，以假新闻、维莱斯、新科技当作创作的元素，出版一本属于他自己的维莱斯之书。在抵达维莱斯之后呢，乔纳斯跑去拍摄办公室、街道、公园捕捉空无一人的场景，并使用360度的相机记录环境光源配置。接着呢，他开始土法炼钢，在 YouTube 上面自学 3D 建模的方法，将虚拟的人物、动物放入他的影像之中，尝试制作合成照片。而为了让虚拟人物跟真实影像可以更加的契合，乔纳斯花了1年的时间埋头苦练，学习帮虚拟人物打光、买衣服、调整这个姿态，然后修改皮肤等等，努力增加照片的可信度。而最
最终呢也产出了一张又一张以假乱真的新闻照片。而且不止照片有造假，连摄影集里面的文字也是电脑帮他写的。乔纳斯发现了一个软体可以让 AI 帮忙撰写文章，于是他整理了维莱斯过去的相关报道、历史资料，再把这些内容一篇一篇的喂给 AI， 让 AI 透过机械学习呢生成文章，而透过简单的拼贴，整本摄影集的文案就完成了。从头到尾，他甚至没有下笔写过任何一个字。而最后，乔纳斯将这些成果集结成册，这个由假照片、假讯息拼贴而成的维莱斯之书也终于问世了。一开始，乔纳斯认为大家应该很快的就会识破他的骗局，所以并没有特别说明。结果大家的反应却跟他想的不太一样。大家看完照片之后呢，竟然照单全收，完全没有人跟他反映照片有问题，甚至连他的同事、世界最顶尖的摄影师们也都没有发现异状。不少人称赞这是一组很棒的作品，更有许多的杂志媒体想要刊登照片。奇怪的是呢，在照片里面，乔纳斯其实有刻意的留下一些不合理的线索，像是在神话里面，维莱斯神可以变身成一只黑熊，因此呢，他也把3D的虚拟黑熊合成进照片里面，凸显照片的违和感。但是呢，却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为了进一步测试乔纳斯还投稿给法国的知名设计节，让专业的策展人检查这些照片。结果呢，竟然还是过关了。他的作品甚至被放上了大荧幕上面，让数百人一同观赏。而大家的回馈呢，让乔纳斯感到越来越不安。如果连一流的摄影师都分辨不出假照片，那一般大众该怎么办？而如果一个人自学几个月就能够生产出难以识破的假照片，那以后的新闻照片，大家还能够相信吗？不过，在书本出版了半年之后，终于有人提出了质疑。脸书上面一位叫做克洛伊·明斯金的摄影师呢，提出了他对摄影集的质疑，认为照片里面有造假成分。克洛伊表示，他自己就是来自于维莱斯的人哦。摄影集里面拍到的一个人物其实是他的亲戚，但是他这名亲戚根本没有从事假新闻产业，是乔纳斯付钱让亲戚出现在摄影集里面。而克洛伊批评乔纳斯的做法会让新闻业遇到很大的麻烦。而随着有人率先发声也终于有其他的摄影师察觉不对劲，发现呢这些照片好像哪里怪怪的，要求乔纳森出来解释。而眼看时机成熟，乔纳斯决定将真相全盘托出。只是这一次他发出声明之后，大家又再度傻眼了。在马格兰通讯社的网站上面公开了乔纳斯本人的专访，里面将这次拍摄计划的缘起、执行方法介绍的清清楚楚。而同时，乔纳斯也宣布，其实根本就没有克洛伊这个人存在，这是他在网络上面花了美金40元买的假账号。他花了一段时间让克洛伊一步一步的渗透到摄影圈，并透过这个假账号自己打脸自己，指出维莱斯之书的可疑之处。而这样做的目的呢，除了让更多人快点发现这个骗局，也是想要点出社交媒体上面存在着许多假讯息、假账号的事实。乔纳斯表示呢，这整个计划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伤害自己的公信力，但他希望长期下来可以让大家对于假新闻有所警惕。乔纳斯的专访文章在摄影圈投下了一个震撼弹，大家看完后才知道，原来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社会实验，在测验人们对于假新闻的免疫力。那虽然说少部分的摄影师并不认同乔纳斯的做法，认为他在玩弄摄影圈会伤害人们对摄影记者的信任，但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精彩的实验。乔纳斯的计划让总是在追求真相的新闻界强烈的意识到，我们防范假讯息的能力其实是多么的脆弱。在其他媒体的专访里面呢，乔纳斯曾经表示这本书像是疫苗，让大家把小量假讯息的病毒打进体内，来防范跟准备假新闻的攻击。他希望透过这个假的摄影集，让大家意识到假新闻货真价实的危害。那我们看完这个故事，真心觉得非常厉害乔纳斯设下的骗局，就像洋葱一样，一层的谎言包着另外一层的谎言。但是在骗局的核心呢，其实是希望让世界更好的理念。我们也同意乔纳斯的担忧，未来要面对的挑战真的不是很乐观。毕竟现在造假的技术越来越容易上手，只要上网搜寻一下就能够找到合成影片的软体，制作假影片，甚至整张照片都是由 AI 生成也是没问题的。像是不久之前就有人利用了 Deepfake 去捏造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呢宣布投降的影像，而这段影片在网络上面疯传，也逼得泽伦斯基必须要亲自出来辟谣。我们担心的是，未来这类型的假新闻恐怕会越来越常见，也越来越难以辨别真伪。如果不做任何准备，这些新科技呢，可能不会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而是让我们更容易被欺骗。好的，那这集就到这边了。今天想问大家，当你收到亲友转传的图片讯息时，你会担心内容造假吗？非常担心。我觉得现在假讯息泛滥，一不小心就被骗，比多多少少会稍微注意一下消息来源。自己还好，我觉得事情呢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滴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假新闻夺下新闻大奖的故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假
假新闻伤害民主以及脸书的言论审查。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